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00，欢迎收看我的 YouTube 频道。那我在英国其实已经住了大概3年左右。那我现在人终于回台湾了，就是我是2023年去到了英国留学念硕士，然后我就用 PSW 留下来之后，然后所以我在英国大概就是生活跟工作大概3年左右。现在就是选择回到了就是我的家乡，就是回到台北，开始继续发展我的职涯生活。那我这支影片就是作为我回台北后的第一支影片，是因为就是我发现就我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变成是有一点点陌生，而且还有很多就是比较不习惯或是惊讶的事情。所以透过这支影片，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回台最不习惯或是最惊讶的10件事情。那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非常明确，就是我一回台湾后真的是很不习惯建筑物的部分，因为其实我在英国的话，我是住在就是北英格兰的新堡，然后在那边的话是比较多像是就是英国庄园或是那种城堡生活的感觉。我在那边就习惯都是看到比较偏矮的房子啊，然后那种石啊或是石块啊或是砖造这样子的就是房子，可是就是回到就是台北后，就发现说，其实台北建筑就是有很多新的就是建筑。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台北，就是比较新的那一些就是高楼大厦，不管是玻璃大厦然后或者比较新建的那种，就是具有设计感的现代科技建筑。只是呢，我发现就是在台北就是很常会是说，哇，一边是很漂亮的就是建筑物，另外一边就是又回到对，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那些比较住宅区的房子，就会变成说，我觉得自己感觉是比较违和啦。那在英国的话，会觉得说整个就是生活的空间，不管是建筑那些都是蛮有一致性的。然后再来就当然就是因为台湾的就是在街道上就会看到，就是各家店都会放出就是一堆就是招牌这样子的，就是对，所以我目前就是还没有办法完全适应。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可能我离开就是台北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完全就是忘记，或是我也不知道说是不是这3年的原因，就是我发现台北有超多的就是绿树林这样子的空间。因为以英国来说，其实英国是很多的像那个 garden park， 就是我们所谓的公园这样子的空间，可是发现台北多的是有超多就是树林，真的树荫大道这样子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喜欢的，因为台北真的很热，就夏天的时候就有这些绿树，有这些就是树木，真的是给了很大的遮蔽的一个空间。那第3点呢，我真的是很不习惯，甚至还很惊讶，就是我在第1周我就去了理发厅去剪我的头发，而且是连锁的理发厅。然后我发现说，居然不能就是刷卡，不能刷就是 Apple Pay 那些，居然还只能付现。然后我真的是当场很惊讶，就是赶快好，我就去手头就去领了一些钱。然后我去就是街上就是买一些就是便当什么，居然真的都不能刷卡。那英国的话，大概是就是只要你的消费金额有超过1英镑，那以1英镑来说就是台币40元这样的情况呢，其实真的基本上都是能刷卡，而且甚至还很少可以用现金支付的方式。像我自己就在英国就有斜杠创业嘛，连我自己的话，我都是下载了就是他们的 app， 然后就是可以让消费者直接就是刷那 Apple Pay 啊 Google Pay 这样子直接线上付款，也没有在收现的，所以没想到，我在这边还是就回台北，我还是必须领出很多现金，这的确是真的还蛮不习惯。第4个，我是觉得，因为我的印象中是疫情应该已经过很久，我发现，就是怎么大家都还是很习惯戴口罩，年纪可能大概妈妈这样子、爸爸这样子的年纪的人，基本上都是走在路上都是戴口罩，即使是一个很开放的就是空间。对我来说，那时候是疫情的时间，就是为了防疫的要戴口罩。就是现在我看到口罩，真的会马上就是联想起就是当时就是疫情的那些就是画面，就是会觉得有点被震撼到。第5点就是我个人觉得也很不习惯，我觉得在这边的大家就是人与人之间靠得很近，可能也是因为台北或者台湾就是人多比较密集，因为在英国是人与人之间是一定会就是非常习惯性的保持就是一定的距离。那我发现在台北，我是走在路上，发现我从每次走路都发现后面都会有很多人，就有点像是一样就是连上来，或是跟我就是只有1步的那种距离，是连1公尺都没有，就是1步的距离，就感觉是跟在我的后面，或是。但在我当然知道就是没有，只是就是发现说，在这边是因为在英国的话，都会就是跟不管如果有人走在我前面的话，
我就一定会就是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至少也有1.5米或2米吧。那如果我甚至想要就是超越这个人，如果他走得太慢的话，我也会绕到旁边的就是道路的空间，然后再超越他。可在这边是会直接就是被擦身，就是擦肩而过，然后就的确就是我觉得这边个人空间比较小，这件事也还没有完全的习惯跟适应。再来呢，第6点，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台北的闲人好像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人是在就松烟，超级久没来了。今天现在是平日的早上而已。那就我前几天也是平日跑就是出门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去到东区跟市政府，然后坐捷运的时候还有中山区，就不知道就可能之前是3年前吧，就那时候我没有印象中就是在平日的上午甚至下午可以看到有那么多的人，而且是在喝什么下午茶，然后聊天，甚至逛街。然后我其实真的很惊讶，因为我就是想说，哇，原来现在台北就是是不是越来越多人就是比较就是在工时上面比较弹性自由，跟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第7点，我在这就是台北的话，就是大家过马路都会看红绿灯。那这一点的话，我必须说，真的英国人真的是没有在看红绿灯的，包含我自己是在英国过马路，只要没有车就过，是不是看说有没有红绿的这件事？所以回台湾就我发现，很多时候就是路上其实也没车，可大家都会习惯觉得看红绿灯，所以真的是蛮遵守就是交通规则。只是在英国真的是大家都是随便乱闯的，就是只要没车，或者甚至有车，只要他看起来还没有就是离你逼近的话，都会直接就是闯过去跑过去。再来第8点，我觉得就很明显，一定就是大家都会讨论的就是穿搭的风格吧。那我现在也不会觉得说就是好或哪里好哪里不好。英国街头的穿搭的确是比较讲求就层次感，然后或是强调就是个性啊，即使是休闲的衣服也会搭配就是很大或是很明显的饰品。那而且在英国其实大家的饰品比较喜欢选的是就是金饰，就是金色，就比较少银饰，虽然也有，就是大家比较喜欢是戴那种很大的就是金饰的耳环，然后手链啊，甚至戒指的话，我基本上就是年轻人就手上都会戴3、4个这样戒指吧，也很喜欢穿就是裙子或是洋装礼服这样子，就在英国是很常见。就台湾的就日常穿搭是比较讲究就是实用舒适跟不浮夸，然后也带有比较多就是日系韩系的风格。就第9点的话，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台湾的服务业真的是无话可说，就是非常的赞。因为我就是在回台后有跟我爸妈去逛街就买衣服、买饰品这些，然后台湾的服务员真的都非常的会，就是跟你介绍商品，而且是用就是我觉得是蛮亲切就舒服的方式。可是那大家可能会习以为常说，不是就是服务业他们就是本来就是会这样的介绍啦，然后你只要逛，他们就会跟你去介绍商品，然后希望你多购买。对，这是我们认为的。可是你知道在英国是更像是你要不要买是随便你，就是像我自己的话，我是有去，就是也很常在英国逛街。可我一开始比较会问店员，直到后来就是不太会去问，因为店员就是脸都很臭，就是很像是你多一个问题就很像要麻烦到他们。而且甚至在英国很常发生的是，你去问店员，就比方说，如果你想要找什么东西在哪里，店员自己都不知道。我不确定是，那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惊讶。不只是服饰业，就是我去英国的话，我再去邮局，我有把它寄一些明信片，然后我就问他说，就是我可以怎么样寄？然后他们就跟我说，OK, so we have like first class and standard stamp。然后我当然就是第2个反应，我马上就是想要了解说，那他们的差别是什么？所以我就问那个就是柜台的服务人员说 ，So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然后你知道店员他跟我反应真的是，他真的是立刻就是回答，就说 First class is better。对，然后就说完这个，然后就是眼睛就是2个又盯着我看，然后我就说反正我就说，就是我知道，就是可是我想要知道就是他们的差别，或是比方说差异处，或是就是运送天数这些的差别如何？然后店员又再次的说了一样的话 ，First class is better。
哦，那我真的就当然就是当下就已经好，我就不问好，然后我也不想要就是去纠结，我就直接买 first class 的 stamp 了。那我觉得这个在台湾真的是，因为我在台湾就是马上有去办我的护照，那就是延长，然后有问了就是就是公务机关很多疑问，那公务机关其实你问一个问题，他们就马上就可以解释所有的，就让你很清楚，甚至清楚到还解答了就是你不知道的疑问。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业的品质的话，就是台湾真的是很好，很优秀。英国真的是完全就是摆明了就是你要不要随便你。最后一点了，虽然我刚刚批评了就是英国的服务业的态度或是品质，可是我又有另外一点是说，那非服务业就是我们所谓就是在日常一般生活就是走来走去的路人甲路人乙，那我这一点我反而就觉得说，其实英国人是很客气的，反而这一点在台湾是比较没有。就台湾就是在英国的话是不管是上公车下公车，然后买票车票什么都一定会说就是谢谢，就是然后买完东西的话也会就是主动说，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虽然这些都是很 small talk 什么的事情，台湾反而是更像是倒过来，就是服务业的确是很客气。其实我觉得一般的就是我们的消费大众或是彼此之间态度的确是没有那么好。那么的，我会觉得礼貌嘛，就这边的话很多是问完了就是自己想知道的事情，也没有说谢谢就直接离开了。就这一点就是英国是不太，我完全没有发生过，就是只要是跟不熟的人之间，虽然会有一定的距离，可是会有非常是友好或是礼貌的，就是问候这样子。我以上就是分享完了这10点，不知道就是有在去英国生活或是留学过的人，就是回到台湾后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这样子的感受。以上都是我自己的个人经验跟体验分享。那如果你们有感受到就是不同的差异，欢迎分享让我知道。我们下次见，拜拜。